我看着男神陆林发过来的门牌号，耳机里是他紧张的声音：陈穗，你要是真喜欢我，你就帮我照顾好我女朋友。疫情闹得人心惶惶，他一个人隔离在家，又没吃的，又没人陪，他肯定害怕。我看着手机，眼泪直接掉出来，砸在屏幕上。不是前几天才跟我说我有机会的吗？怎么突然就有女朋友了呢？陆林的声音又传过来：陈穗，你在听吗？在。我缓了缓情绪，低声回道：会送过去的。陆林似乎还是不放心，他最近在减肥，你别送什么可乐，还有他不怎么会做饭。穗穗，你要是在家里没什么事的话，就做好了饭一起送过去。陆林，我终于没忍住，对着电话里的男人道：你是不是仗着我喜欢你，你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对我呀？陆林那边短暂的沉默2秒，算了，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找小区物业吧，我看他跟在同一栋楼，才找你帮忙的。电话被挂断，陆林又发过来一条信息：你没必要觉得委屈，我以后不找你就是了。我翻着聊天记录，上面2条消息，一条是我发的物资照片，问他需不需要，在上面一条是陆林发的：你挺可爱的，有机会的话，真想让你当我女朋友呢，委屈吗？是挺委屈的。暗恋陆林的这8年，他不拒绝我，也不接受我，心安理得地将我当成备胎，也总在我要放弃的时候给我希望。等我的世界里全部都是他了之后，他又把我狠狠推开。我深吸一口气，将眼泪擦干净，没再给陆林回消息，但是还是按照他给的门牌号来到了那户人家。陆林的女朋友居然和我住同一个楼层，就在我家走廊的另外一头。我反复确认陆林发的地址，然后将物资放在门口。我没有卑微到要给自己的情敌送东西，但是疫情当前，有困难能帮就帮。至于剩下的可乐，我也没心情把给陆林准备的东西带回去，于是将可乐放在了过道上，拍了张照片发在了业主群里，放了一箱可乐在4楼过道，有需要的可以来拿哦，都用酒精消过毒了。然后想了想，我又@了陆林女朋友的户主号，受人所托，送你一些物资，记得拿。我忍不住想点开陆林女朋友的头像，想看看陆林喜欢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又怕看到一组情侣头像，最终还是没点，疲惫地回了自己的家。等我在看手机的时候，微信消息已经99加，居然是业主群里都在夸我。谢谢 I2栋3单元406，我拿了瓶酸奶，换了你2瓶可乐哦。然后从这一条信息开始，全部都是大家置换物品的信息，每个人都@我，还表达了感谢。我点开群里照片，短短几个小时，我的那一箱可乐已经换了一波又一波的东西，从酸奶到蔬菜一发不可收拾，大家都不空手拿，全部有来有往。群里还有大家互相鼓励的留言：疫情会过去的，加油！之前隔离还很害怕，现在发现原来大家这么暖心，我一点也不怕了。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所有的信息翻完，我的眼睛已经湿润，那种刚失恋的痛苦被大家的温情冲淡，好像和大灾大难相比，小情小爱也没什么令人难过的了。正当我心情好一点的时候，微信通讯录出现了一个小红点，通过群添加，户号是2栋3单元416，陆林女朋友，头像是一张猫咪照片，名字就是一个字母 J， 背景图也是咧着嘴的猫咪，朋友圈仅3天可见。他这是我还没想到他加我的目的，陆林女朋友就发来一条信息：给你送了一些水果，敲了门，你没应，只好加了你的微信。然后配图是一张我家门口的照片。我心情微妙，起身开门，门口真的放了一筐水果，里面还有一张便签，便签上的字迹力透纸背，非常有风骨。谢谢你的蔬菜还有零食，送了你一些水果，表示感谢。我看了看水果，又看了看陆林女朋友的字迹，忽然间觉得我好像输了。陆林这个渣男居然能有这么好的女朋友。我捧着那筐水果进了屋，然后给他发了消息：谢谢。小猫咪头像没再回复。临近饭点，隔壁饭菜香飘来，我想起陆林说的话，他女朋友不会做饭。我想了想，还是打开冰箱拿了一些食材，简单做了2个菜，然后分盘，接着拍张照片发给陆林女朋友。我做多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分你一半。小猫咪头像正在输入中，然后回了一句话：那太不好意思了，我来拿吧。要和陆林女朋友见面了，我突然有些期待，又有些忐忑。要是陆林女朋友知道我是暗恋陆林8年的人，她还会接受我的菜吗？她会不会觉得我处心积虑？要是她
好烦躁，我应该化个妆再见情敌的。叮咚，门铃声响起，我故作镇定地走到门边，打开门，却直接呆住。眼前的男人比我足足高了一个头，身高腿长不说，还长了张极其好看的脸，眉眼干净，笑起来有个小小的酒窝。他冲着我扬了扬手机，上面是和我头像的聊天界面。谢谢你的物资，他说着，修长的手指从我手里接过分装好的餐盒。辛苦小姐姐了，我脑子有点懵。他拿着饭菜走几步又回头，对了，我叫江年，小姐姐你叫什么？陈穗。我舌头打卷。江年冲我点头，磁性的嗓音低低地喊着我的名字，陈穗。我等会吃完，洗干净再给你送过来。然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了416号。我赶紧拿起手机，翻到和陆林的聊天记录，反复确认好几次，没弄错呀，确实是陆林发的地址啊。我想跟陆林再确认一下，万一物资没送到，把人家女孩子饿到了怎么办？所以我又准备了一些东西。在临出门的时候，我点进陆林的朋友圈，就看到他发的最新一条动态。原来你的喜欢也不过如此，发布时间是6个小时前，我刚跟他挂完电话的时间。我沉默地看了好几分钟，随后给陆林发道：我上午的时候送过去了，但是你是不是给错地址了？陆林回复：不用了，我找物业解决了，以后不会麻烦你了。我拿物资的手一僵，他这话什么意思？是觉得我故意送错？我心脏的钝痛感侵袭四肢百骸，但是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心痛。如果我在陆林眼里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他还有什么值得我喜欢的？我将拿出来的物资又一一塞回去，正准备将面条大米再放进柜子里的时候，敲门声响起。我起身去开门，江年站在门边，一手拿着清洗干净的饭盒，一手拿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还插了牙签。他挑着眉眼看我，在忙吗？我回头看了一眼放在地上的大米，我想整理一下放柜子里的。江年随着我的视线看过去，介意我进去吗？我愣愣的摇头，让开位置。你进来好了。他把水果塞我手里，给你的，谢谢你的饭菜。然后又低头问我，我需要换鞋吗？他靠近我，睫毛卷翘，眼神里都透着温柔。我从没跟男人靠得这么近过，只感觉耳朵根都在发烫，赶紧说道，不用换了，而且我自己一个人住，也没准备男士拖鞋。江年便径直进来，直接扛起几十斤重的大米放在柜子上，还顺带帮我把米面什么的都归类好。我端着果盘，不好意思在一旁站着，洗碗池里还堆着我刚吃完的碗筷呢。他撸起袖子，你去吃吧，我帮你打扫干净。那怎么好意思？江年已经伸手去拿洗洁精，不用不好意思，以后还要经常跟你蹭饭呢。他说着，好像怕我拒绝，又耸耸肩，小姐姐，我做的饭太难吃了，你能可怜可怜我，给我蹭点饭吗？他一双桃花眼，眼尾微微往下弯，竟然显得委屈兮兮的。平时要给学生上课，我也没时间去学习如何做饭啊。是老师啊？对呀，大学数学系教授。他爪一笑，冲我眨眨眼睛，开玩笑道，小姐姐，考虑一下我这样的男朋友吗？有利于下一代基因哦。我面上发烫，赶紧别过视线，你以后1日3餐随便来吃就好了。他勾唇，灿烂的眸子里好似坠了星辰。谢谢穗穗，那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随叫随到。我慌忙点头说好，拿起一块哈密瓜塞进嘴里，清甜爽口的哈密瓜居然甜得我牙疼。晚上10点，我拿了本书在沙发上看，窗外一片漆黑，楼道里有人受不了无聊在呐喊，有没有人一起聊天啊？我快憋死了。还有人在嚷着今日核酸正常，温度正常，但是精神失常。我扑哧笑出声来，手机震动，我拿起手机一看，笑容止住。陆林的消息又发过来，穗穗，最后一次帮我个忙好吗？许瑶好像摔倒了，我给她打电话，她突然惊叫一声，我联系不上，你能帮我看看吗？许瑶应该就是他的新女朋友吧。我一如既往说不出拒绝的话，放下书让陆林把地址发过来。这次是正确地址，2栋3单元418，也和我在同一个楼层。我轻叩门，里面传来一道年轻女声，谁呀？我是陆林的朋友，他联系不上你，让我过来问问你。咔嗒，门打开，我终于和陆林的女朋友碰面了。面前的女人长发，妆容妩媚，正在打电话。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然后对电话里的人说道，看到了，你朋友。然后根本不搭理我，轻嗤一声，
男女之间可没有什么纯友谊。陆林，你以前怎么样我不管你，但是和我在一起，你就得跟外面不清不楚的人断个干净。我听到陆林2个字，呼吸一滞，接着再听到他后面说的话，脸上一阵难堪。电话里，陆林似乎在解释：瑶瑶，你别生气，我都认识他10几年了，真跟他有点什么，早就发生了，也不会等到今天。许瑶不以为意：你是不喜欢他呀，但是不代表他不喜欢你。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你一个电话他就过来看我，难道不是因为你？许瑶说着，脸上的轻蔑更甚。电话里，陆林的声音紧张又急切：陈穗，你在听吗？你帮我跟瑶瑶解释一下。然后又软着声音跟许瑶道：瑶瑶，你把电话给陈穗，我跟他说。许瑶冷笑，把电话拿到我面前，说吧，我看你们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唇角泛白，垂在一边的手紧紧攥在一起。陆林怎么能将我置于如此难堪的境地？我沉着呼吸，刚想从许瑶手里拿起电话，一只大掌从我手中将电话截过去，骨节分明的手指当着我们的面按了扩音键。解释什么？江年冷着脸，低沉的嗓音里也透着阵阵寒意。我说是哪个不长眼的，在我哄我女朋友睡觉的时候把我女朋友喊走呢？原来是你呀，兄弟！大半夜我女朋友勉为其难过来帮你照看你的巨婴女朋友，你没谢谢就算了，还在这里刁难我女朋友。一段话从江年嘴里蹦出来，砸得我是猝不及防。就连许瑶也愣住，神色僵硬地看着江年。电话里的陆林也是万分震惊，语气不可置信，甚至还带了几分不快。穗穗的男朋友？穗穗是你能叫的？江年单手捏着手机，另外一只手将我揽进他怀里，将许瑶刚刚刁难我的话全部还回去。虽然我家穗穗对我是别无二心，不会喜欢别人，但是不代表外面不会有别的狗惦记他。所以这位兄弟，以后别叫穗穗，我吃醋可就不好了。然后啪的一声挂了电话，将手机扔给对面的许瑶，接着占有欲极强地揽着我：许小姐还有事？许瑶扶着门框，刚刚在我面前飞扬跋扈的模样消失不见，脸色一阵惨白地看着江年：你什么时候有的女朋友？才追到的。江年单手搭在我的肩上，说着低头看我一眼：费了好大心思呢。所以许小姐，我心眼小，容不得任何人欺负我女朋友。许瑶扶着门框，几乎站立不稳，似乎欲言又止。江年却根本不给他一个眼神，搂着我的肩膀转身就走。为了将戏演足，我开了门，江年跟在我身后。他在玄关处停下，我脑子还有点懵，脑海里还在想着刚刚的场景。当时许瑶一副快哭了表情，江年搂着我的肩膀没放，懒懒地接了一句话：我们家穗穗心地善良，过来看你一眼。许小姐，不要不识好歹。他低沉的嗓音咬着穗穗2个字。我思绪还停留在这一幕，耳根发烫，手里拧着瓶盖也没用心。你和许瑶？江年挑眉看我一眼，怎么？啊，没事。他替我解围，我打听他八卦好像也不太好。于是我又将注意力放在瓶盖上。江年却径直走过来，拿走我手里的矿泉水，拧开之后又还给我。我和他没关系，就以前认识。顿了顿，他又问我：你还想知道什么？江年，29岁，A 大数学系教授，高中谈过一个女朋友分了，目前单身。打住！我背靠在身后的冰箱上，盯着他那张脸。这个时候跟我说这个，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好吗？我心脏跳得飞快。江年轻笑一声，恢复了正经的模样，以为人师表的口吻叮嘱我：以后大晚上的别出门，尤其还是为了那种渣男。还有，男人跟着你进屋也得当点心，也不是谁都像我这么……正人君子。他说着，轻轻地戳了戳我的额头。真是人傻好骗。我脸颊微红，却还是认真地说道：我不傻，就算没有陆林求我帮忙，让我知道独居女孩有危险，我也会过去看一眼的。而且你也不会对我怎么样吧？江年闻言抬头，狭长的眸子闪着细碎的柔光。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对你怎么样？啊！我懵了。江年却已经转身往回走，临走到门边，回头看了我一眼。晚安，陈穗。翌日醒来的时候，外面已经艳阳高照。手机震动，我下意识地点击接听，男人清冷的嗓音透过话筒传过来，他喊我：陈穗。我还没睡醒，脑子一片混沌，声音带着无意识的娇软。怎么了呀？隔着电流，男人的呼吸微微有些沉。我脑子里还在想昨天和陆林之间的事情，根本没意识到这是江年的语音电话。江年顿了几秒，还没醒吗？没，好困。他低笑一声，还挺可爱，
阳光太刺眼，我闭着眼睛把脸埋进枕头里，又沉沉地睡过去。等我彻底睡醒，已经是下午5点，天都有些黑了。我揉着睡得发胀的脑袋，找到手机，视线停在和江年的聊天页面，通话时长10分钟。我什么时候和江年打过电话？还打10分钟？我发了个问号过去。江年秒回：睡饱了。我敲着键盘，我看到通话记录，才知道接了你的电话。你找我有事吗？江年回：没什么大事，就是我做的饭真的很难吃，我才想起来，我昨天答应了给江年管饭，顿时十分不好意思。你不会今天一天都没吃吧？江年发了张泡面的照片，靠泡面撑了一顿，但是还是想念陈穗做的饭，我内疚更甚。你稍等啊，我等会做好饭给你送过去。不用，我去给穗穗打下手可以吗？这个穗穗叫的可真顺口。我拍了拍发烫的脸颊，家里没鸡蛋了，你有吗？有，我给你带过去。晚上6点，我和江年一人处理食材，一人准备炒菜。我正准备开火，江年喊了我一声，我疑惑地回头，他擦掉手上洗菜的水渍，拿过一旁挂着的围裙。你围裙忘记系了。我伸手去拿，他却直接将围裙套上我的脖子，轻声喊我。转过来，他低头看我，眼神清澈又干净。我仿佛听到心脏加速跳动的声音。江年温热的手掌擦过我的耳尖，整理好我的围裙，然后打个结。好了，他轻轻拍拍我，温热的呼吸就在我耳后。我心头一悸，扭头猝不及防地和他碰上。四目相对，只有正在烧水的热水壶发出热水沸腾的声音。Your fingertips across my skin， 来电铃声打破这一刻的旖旎。我反应过来后，立马红着脸推开江年。我去接电话，江年点头，让开位置，柔声道：好。电话是陆林打来的，从昨天到现在，他已经给我打10几个电话，还有微信里的数十条消息，都是问我，陈穗，你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我都没回，觉得他这样挺没意思的。但是打个不停，我只能接了，求个清静。陆林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带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陈穗，如果你因为吃醋想随便找个男人来气我，那你没必要。陆林，我拿着电话，看着厨房里忙碌的江年。江年好像察觉到我的视线，扭头冲我勾唇一笑，用口型说道：我先洗菜。我又收回视线，跟陆林说道：你可以不接受我的喜欢，没关系，但是你没资格诋毁我、质疑我，包括他发的那条朋友圈。你不能拒绝我，又想肆意地吊着我。男人再渣，也不能像你这样。陆林呼吸沉了沉，所以你真的有男朋友了？我抿唇，那边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一般，直接挂了电话。我丢开手机，走进厨房。江年已经洗好菜，他将土豆放在砧板上准备切，一边切一边随意地问道：前男友打来的电话。我失神中也没注意到江年切菜的动作利落的根本不像他口中说的不会做饭，只摇摇头。我没有前男友，暗恋陆林的这8年，我眼里从来没出现过别的男人。江年手一顿，你不会没谈过恋爱吧？我闭嘴不说话，算是默认。江年把切好的土豆放在水里泡着，修长的手指好像在玩一个艺术品。他缓缓地说道：陈穗，外面的世界比你眼前的精彩多了，抬头看，也许有更好的在前面。我抬头对视上江年那双干净的眸子，真诚又温柔。吃完晚饭，江年自觉承担打扫的任务，还照例给我准备了水果。出门之前还帮我把垃圾归类好，明天楼下喇叭喊的时候我去丢。我看着楼下忙碌的大白，叹气，也不知道隔离什么时候结束。上海的疫情又严重了，解封遥遥无期。江年回头看着我，轻声道：穗穗，一切都会好的，会吗？我收回视线，看着楼下的大白，个个满身的疲惫。现在已经快7点了，他们好像还没吃晚饭。隔壁小区又有了新增，大白的工作更加忙碌。我脑子里陡然有个想法：江年，我去做志愿者好不好？江年一愣，我立马起身，每天在家里待着也无聊，不如做点贡献也好，而且这样我就不用天天想着陆林，也能更快将陆林从我的脑海里抽出去。江年单手提着垃圾袋，抬起眼皮看着我：你去做志愿者，我也去。不行，我赶紧打断他：你不是还得上网课？你去做志愿者，你的学生怎么办？他蹙眉：可是你做志愿者没关系的。我冲他微笑：江年，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就只能沉浸在对陆林的幻想中？也想知道，是不是没了陆林，我的世界真的就是一片灰暗？江年看着我，良久点头：那你要照顾好自己，
以后我给你做饭，我赶紧摆手。算了，就你那厨艺。不过我做志愿者，你就吃不到饭了怎么办？江年轻笑，我会去学。碎碎，我可以做你坚强的后盾。他眼神太温柔了，我慌不择路地别开视线。你快回去吧。决定做志愿者之后，我就马不停蹄地报名，然后按照要求定点定时去收挨家挨户的垃圾以及登录信息。工作和生活都忙碌又充实，以至于整整7天，我居然一次都没有想过陆林。以前3天没跟陆林说话我就受不了，可是现在7天过去，直到采集信息到许瑶那户，我才恍惚间记起来，上次联系陆林已经是1个星期之前了。我登记好许瑶的信息，让他明天记得下楼做核酸。许瑶认出我来，问我旁边的同伴：“你们志愿者整个小区都要去采集信息吗？包括6栋，6栋是陆林在的小区楼层。”同伴点头，按照人数分配采集，6栋和2栋都是我们的采集范围。许瑶点头，这样啊，然后看向我，语气嘲讽：“你可真是痴情，为了陆林居然能做到这种地步。”他朝我靠近一步：“你真和江年在一起了？”同伴奇怪地看我一眼，我面不改色，将许瑶的体温记录在册，然后才道：“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许小姐，麻烦你按照防疫要求居家隔离。”许瑶冷冷地看我一眼，勾唇一笑：“行，不回答我就算了。那志愿者可以帮我把楼下的快递给我送上来吗？都是我男朋友给我买的，他心疼我没物资，早早就给我准备好了。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我们的采集工作还没做完。”我犹豫了一下道：“明天可以吗？”许瑶双手环胸：“那怎么办啊？我已经在楼下放了半个月了，你们志愿者这点忙都不能帮吗？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是来当志愿者的？”他眼里的讥笑明显。我收起笔：“今天会给你送上来，但是可能会有点晚。”“不着急，辛苦志愿者了呢。”许瑶笑，嘲讽意味更浓。这人什么素质啊？出了许瑶的家，同伴忍不住吐槽：“志愿者在志愿也有轻重缓急吧？他都放了半个月了，非要今天拿。”同伴是00后的大学生，天天在家里黑白颠倒，被他妈拉过来报名当志愿者。我摇摇头：“没关系，我们赶紧把6栋弄完，我再给他送过去。”“算了，我跟你一起吧，搞不好他很多东西。”“没事，要不你先去采集剩下的，我给他搬一部分过去，然后过去找你。”“这样也行，节省时间。”同伴点点头，朝6栋走去。我按照许瑶发的取件码去快递点帮他拿快递。“姑娘，你是志愿者吧？”我正在拿快递的时候，一个带着口音的农民工大叔喊住我。我循着声音抬头，就看到旁边正在装修的那栋楼3楼，一个戴着农民工头盔的男人看着我。晚上很黑，大叔眼睛很亮。“志愿者，能给我点吃的吗？”“俺就只要1袋盐巴。”我鼻尖一酸：“大叔，你被关在这里多久了？”“从封小区的那天就来咧。东西都快吃完了，实在没办法了。”我赶紧道：“你等我呀，我去给你拿点东西过来。”“哎，姑娘，俺就要1袋盐就好咧，俺知道物资紧缺，俺不给你们添乱。”“没事的，我尽量给你拿过来。”“大叔，你等我。”我慌忙抱着许瑶的快递冲回去，因为太急促，我直接按了门铃，将快递放在许瑶的门口，接着又赶紧去给大叔拿物资。居委会1个星期就会送1次物资，大叔估计没记录在册。我又回家拿了家里的东西，急急忙忙的要给大叔送过去。隔壁的江年听到动静走出来：“陈穗，你忙完了？我给你留了夜宵，你到现在都没吃饭，还没忙完呢。”我一边消毒一边将东西塞进袋子里。“江年，你记得消毒，我等会再回来。”江年想拉住我再说些什么，我也没听清，急急忙忙的又跑去快递亭。大叔不知道我给他带了那么多东西，一个劲的推辞：“不要咧，不要咧，我就要盐巴就好咧。”“没事的，这都是我自己家的。”我把物资全部塞给大叔。“大叔你拿好，没有了我再给你送过来。”大叔抹一把脸，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泪光。“物资多短缺咧，我还以为政府不要我了。”“不会的。”我赶紧又塞1包口罩和1瓶酒精给他。“大叔你记得做好防护，疫情总会过去，政府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大叔抱着那些物资，疲惫的眼里又充满了希望。“志愿者好啊！”我又赶紧起身跟大叔告别。后续的工作干得更有劲头，就连采集到陆林那边，我也能波澜不惊地处理完所有工作。倒是陆林紧紧地盯着我。“陈穗，我没什么表情，按照流程处理完所有的事情。”陆林接了个电话，扭头看我：“陈穗，你做志愿者就做志愿者，
为什么要对瑶瑶区别对待？我一身疲惫，精神高度紧张，听到陆林的这句话，抬头看他。陆林冷哼一声，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嫉妒瑶瑶，但是你不能把她的快递都摔碎吧？你这样配得上你身上的防护服吗？许瑶的那些快递，我虽然没有亲自交到她手上，但是我都有好好放在她门口。我将笔盖好，然后才对陆林说道：陆林，我喜欢你8年，这8年的时间里，我可以用任何手段，但是我都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陆林一愣，旁边的00后也是怔住。我继续说道：因为我觉得爱应该是真诚和坦荡的，当然不爱也是。陆林神色一僵，我面无表情地继续说道：每家每户都有监控，你要是真觉得我摔了许瑶的快递，你可以拿监控去投诉我，不然凭着一面之词就质疑我，会让我觉得我以前是瞎了眼才喜欢上你这种人。我说完，扭头走了出去。我走之后，00后对陆林道：这位大哥，别怪我多嘴，我们当志愿者就算是小孩子都会说声谢谢，你那个女朋友刁难姐姐也就算了，还不知好歹。你是瞎吗？说着，00后很鄙视地比了个中指。一个人8年的青春，不喜欢也该尊重。等我全部忙完，已经是夜里12点，我没想到江年居然还没睡。他在我开门的时候走出来：陈穗，你还没吃饭啊？我忘了，我累得2条腿都抬不起来，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喉咙很痒，干咳也咳不出来，脑袋昏沉沉的。我抖着手去拿钥匙，却没拿稳，钥匙掉落在地上。江年皱着眉头走近我：你这样累坏了自己怎么办？我靠在墙上，嗓音也哑了，一句话都不想说。江年修长的手指替我开了门，然后牵起我的手要一起进来。我闪身想躲过，却被他按住。我只能道：我今天在外面跑了1天，你别碰。小区没有病例，不会有事。你累的钥匙都拿不住了，还不让我来？江年动作熟练地给我全身喷了消毒水，然后才给我的防护服脱下，接着又把地面和鞋底都消毒了一遍，才扶着我走进来。他扶着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饿不饿？饭菜还给你温着，我给你拿过来。还好，我点头。喝了水之后好多了，趴在桌子上喘口气。志愿者的工作虽然累，但是我却感到快乐。喜欢陆林的那8年，我卑微成了习惯，除了工作就是围着他转。我以前甚至不敢想，离开陆林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样的。后来才发现，真不喜欢了也就那样。忙碌的生活和工作让我根本无暇去想那些爱而不得。江年拿着温好的饭菜过来，看着我疲惫的筷子都拿不稳，眼里划过一丝心疼。陈穗，太辛苦了，我们就不做了。我摇摇头。江年，总有人要做的。我喝口汤，疲惫的感觉少了不少，也没想起来问江年怎么会做出来这么好吃的饭菜，只忍不住道：你知道吗？我今天做志愿者的时候，帮一个老大叔送物资，他说他快失去希望了。是我来了。还有隔壁栋的一户人家，有个小学生自己被隔离在家里，但是他很乖，他还给我画了幅画，说谢谢我。还有我认识了个很有活力的00后，特别会对人，谁惹他不高兴他就骂人。对，他今天还骂了陆林那个渣。我说着冲江年一笑，眼里闪着光。你说的对呀，这个世界精彩的东西太多了，我以前把目光放在陆林身上太久了，我碎碎念念了好久，最后累得直接睡了过去。江年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我迷迷糊糊之间记得他好像给我擦了脸，好像还动作温柔地把我抱上了床。第2天醒来，我收拾好准备去工作，居委会给我打了电话：陈穗，有人举报你滥用职权，私吞物资。我穿鞋的动作一顿，立马反驳道：我没有。居委会没说别的，只道你先休息几天，我们查清楚了再说。我脑子有点胀，扶着墙蹲下来，我真没有，但是那边已经挂了电话。我感觉脑袋像是一个沉重的铅球，鼻子里也仿佛塞了2团棉花，根本不通气。我只能退回去，又躺在床上，连翻看手机的动作都做不了，沉沉的又继续睡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脑袋越发的沉。我伸手摸了摸额头的温度，心头一跳，有点烫。我不会发烧了吧？手机里有好多电话，还有许多人发的信息，其中也有居委会的。我点开一看，居委会负责人发来消息：陈穗，查清楚了，是个误会，你家里的那个物资是你的追求者送你的，恭喜呀！我脑子有点懵，点开业主群，一个晚上没看，里面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原来昨天我睡着的时候，有人拍了张我家门口的物资照片，
每一家每一份物资都有编号，我家门口居然有2份。我脑子沉沉的，实在也没理清为什么我家里有2份物资。然后继续往下翻，就看到许瑶发的，他作为志愿者，我们应该尊重他，感激他，但是他却以权谋私，这难道不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物资本来就紧缺。许瑶这段话一发出来，大家都在纷纷质疑我，也有其他人为我辩解，不会吧，406小姑娘挺善良的，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吧？对啊，而且上次还是她自发把可乐拿出来给大家呢。我知道，可是有人拍到了2份物资都在她家门口，她至少得出来给我们个解释吧？就是，我还听说他这个志愿者也不是真心想当，他是想追6栋的一个男人。这段话发出来，为我辩解的人也没了声音。等到再有记录，已经是15分钟之后了。许瑶还在问，我就是想为大家要个解释而已，过分吗？他的拥护者又跟着发言，他这么久不敢出来是心虚了吗？所有人都沉默，许瑶分外得意。然而不一会，一个猫咪头像突兀地跳了出来，发了4个字，我在追他。我看着江年发的那4个字，脸上更烫。下面的聊天记录里，江年又道，他昨天忙完所有的工作，已经晚上12点了，一天没吃饭，刚从家里把自己的物资给了个大叔，回来的时候累得连钥匙都拿不稳。他的第2份物资是我给的，他做志愿者7天瘦了8斤，我心疼他。当然，他也从没喊过苦，这是他做志愿者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么一个努力善良的人，要被你们这样诋毁吗？还有，他已经睡了，睡之前还在想明天工作。我刚照顾好他从他家回来，也没及时看手机。各位还有别的问题吗？有问题的话，冲着我来。江年发的是语音，清冷干净的嗓音带着毋庸置疑的维护和心疼。没人再敢说话。过了好一会，群里的消息才又添了一句，你就这么喜欢他？许瑶发的。江年的回答就1个字，但只那1个字，我居然看得眼眶发热，心口也跟着发烫。那些原先质疑我的人一一跟我道歉。00后在中间又发了一句话，哥，我还有一个问题。江年言简意赅说，00后麻溜的打字，方便透露一下你追到哪一步了吗？我不敢再往下翻，脸颊也是越红越烫，喉咙里更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只能强撑着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喝完之后还是没忍住，又翻开下面的聊天记录。江年发道，正准备告白，但是没勇气。卧槽，小伙子，我见过你，你这么帅还没勇气？你可是我们小区一枝花呀！尴尬的气氛忽然又活跃起来。大家道完歉之后，又聊到小区里最帅的男人都有哪些。最后总结出416的男人是无人能比，但是406那姑娘还没接受说明，406根本就不可能为了追一个男人去做志愿者。然后又是满屏的我的消息记录，就连江年自己也私聊了我，明天一起吃饭吗？我没敢吭声，拿着手机万分忐忑，一颗心不断的打鼓。手机里还有陆林发来的道歉信息，我都没回，只怔怔地盯着江年的消息看。江年的头像又弹出一条信息，醒了吗？我拿起手机想回复，却没拿稳，手机掉在了地上。我伸手去捡，小区里同时响起一阵突兀的急救车的声音，掉在地上的手机也震动起来，是居委会打来的电话。我撑着点击接通，居委会大妈的声音传来，陈穗，小区发现一例疑似阳性，是快递站的那个大叔，你跟他接触过？我捂着脑袋，头痛的厉害，开口是沙哑的嗓音。我昨天给他送过物资。居委会大妈没了声音。我狼狈的又倒回床上，后背出了一层冷汗。江年的消息又发过来，穗穗，你看到群里的消息了吗？我艰难的拿起手机给江年回道，江年，我有可能感染了。江年比工作人员来的还要快，他语音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敲门声刚好响起。短短5分钟，整个小区都在通报这则疑似病例，防疫工作又严格起来。我迅速把我之后接触过的人员名单发给工作人员。江年扣着我的门，低沉的嗓音随着电流同时响起，居然有种远隔天外的虚幻感。他喊我的名字，陈穗，开门，我没动。许瑶的尖叫声从门口和电话里也同时传进来，江年，你疯了！他是密接。密接。江年似乎没理睬他，又撞了我的房门。陈穗，你不开门，我就从旁边的阳台穿过去，搞不好会掉下去摔死。我心头一跳，拖着沉重的身子踉跄着摔到门边。江年，我嗓子哑得快要冒烟，艰难地开口道，许瑶说的对，我昨天接触了那个大叔，是密接。
江年不说话，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捏着手机，手背上都是青筋。他柔声问我：陈穗，害怕吗？我摇头，却发现摇头的力气都没有。江年，我等大白过来，你回去吧。陈穗，我数到3，你不开门，我就真从阳台跨过去。我还没娶老婆，你忍心吗？江年，我低低地喊他的名字，鼻尖酸软，可是我发烧了。江年沉默了几秒，说道：快递站的那个大叔只是核酸检测异常，并没有确诊。陈穗，你开门，我给你带了自测包，如果真的有，你再听大白的，自己去隔离好吗？话虽然这么说，可是万一真的确诊，我不想连累任何人。我强撑着说道：江年，你把自测包放在门口，你消毒好，你回去，我自己拿。好，江年轻声应道，然后门外就没了声音。我站起身，想了想，又回去再套了手套和衣服。我不想有任何将病毒传染给别人的可能性。做好一切，我才打开门，门口放着一盒自测包。我伸手去拿，然而一道修长有力的手臂拽住我。许瑶惊叫一声：江年！而我根本没有力气反抗，江年就抱着我关了门。江年！门外传来许瑶哭哭啼啼的声音。江年搂着我，伸手探探我额头的温度。陈穗，你发烧了！我气急，捶着他：你知道我发烧了，你还跟着进来？我和大叔接触过，万一大叔确诊，我真是密接怎么办？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吼道。江年又将我按回怀里：不会的，大叔已经被拉去做核酸了，如果真有，我和你一起隔离，照顾你也好。我还说些什么，眼前一黑，晕了过去。迷迷糊糊之间，好像有人将我拖起来，给我嘴里塞了药，然后又拿毛巾擦了擦我的额头。意识混沌中，中途好像还有别的人进来。后半夜我睁开眼睛，脑子被烧糊涂的感觉好像少了一点。我想抬手探探额头的温度，却感觉到阻力。江年在我旁边趴着，我一动，他就醒过来，急切地看着我：好点了吗？我看着江年憔悴的俊脸，张了张唇，想骂也骂不出口，最后只能急急地掉眼泪。江年一愣，伸手将我扶起来：怎么了？还是头疼？不，好点了。我吸着鼻子，被江年照顾了一晚上，头重脚轻的感觉好多了，但是说话还带着鼻音。我看着江年，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你个笨蛋，万一我确诊了怎么办？不会的，上天不会亏待善良又努力的人的。陈穗，你会好的。可是我运气不好，我泪眼朦胧地看向江年。我从小到大，喜欢的人不会喜欢我，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买彩票从没有中奖过。但倒霉的事情一发生，肯定就会轮到我。我运气好，江年牵起我的手，捏捏我的手心。我不信我第一次喜欢的女孩子会确诊。穗穗，你只是太累了，抵抗力下降才会发烧，你的烧已经退了，你知道吗？可是我还是害怕，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病，情绪就会被无限放大。我忍不住拽着江年的手，嚎啕大哭。江年，疫情3年了，多少人被疫情影响啊！那些想见的人，那些想去的地方，都被搁置。我说着，眼泪簌簌地掉得更厉害。更有些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再也看不到想看的风景，见不到想见的人了。我害怕，要是真确诊了，我还要连累你。陈穗，江年温热的指腹擦掉我眼角的泪水，嗓音低哑地安慰我：害怕是正常的，但是你要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我还是哭个不停。可是有些人就是这么不幸运，永远留在了寒冷的冬天。万一没有万一，江年站起身，替我把被子掖好。如果老天爷真的要这么安排，那我陪你一起扛。天光大亮，我的烧居然奇迹般的退去，屋子里飘荡着鲜美的粥香，令人食指大动。折腾了一天一夜，我终于感觉到了饿。我抬头望过去，虚掩的房门里可以看到客厅外江年忙碌的身影。他围着我先前的粉色围裙，一点违和感都没有。高大的身影，动作利落地在餐桌上摆上餐具。我昨晚烧了一晚上，身上都是黏腻的汗意，意识也跟着清醒过来。我昨晚好像一直抱着江年哭，太丢人了。我吸了吸鼻子，翻看手机，陆林发了好多条信息：陈穗，我错怪你了，你原谅我好吗？陈穗，你是密接吗？陈穗，你回我消息啊，你现在怎么样？我错了，穗穗，我认识你这么久，我终于知道我不回你信息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了。穗穗，你是不是跟别人隔离在一起了？我看着看着，他的消息又发过来一条：
你真的和别的男人隔离在一起了？同一个房间，我忍着心里的厌烦，给陆林回，和我男朋友，不是别的男人。陆林许久没说话，过了一会，直接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还没开口，他就一副受伤的表情，所以我还是迟了。我不明白陆林为什么这么一副后悔的样子，只是觉得厌烦至极。没什么事，我就挂了。他陆林嗓音艰涩的开口：“你们真的要一起隔离21天？”我看着江年的背影，耳尖发烫，然后跟陆林说道：“不只是21天，以后有可能的话，会是一辈子，这不正常吗？”虽然我还没跟江年在一起，但是我实在是恶心陆林的态度。把我当作备胎的是他，现在又这么一副怕我被人抢走的样子，惺惺作态干嘛呢？陆林失魂落魄的，还想再说什么，我忍着恶心，没什么好说的，挂了。我退出和陆林的聊天页面，又看到00后发的消息：大叔没事，核酸阴性，只是都要居家隔离，小区的封锁也更严重。而江年也因为照顾我，不可以回自己的屋子里，也就是说，未来14+7天，他都要和我在同一个屋檐下。我微窘，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面对江年，跟陆林说的都是气话，真要面对江年，我心口发烫，根本不敢多想。脚步声靠近，我赶紧闭上眼睛装睡。男人的温热的手掌探上我的额头，好像确认烧已经退了之后，浅浅地松了一口气。我以为江年要走，结果过了一会，房间里又响起动静。江年的声音传来：“碎碎，不饿吗？”我睁开眼睛，对视上江年温柔的眼神，他轻笑，装睡，眼睫毛还眨。我脸红，不想说话。好了，不逗你了，给你熬的粥。他扶着我坐起来，我虽然烧已经退了，但是身体还是绵软无力。江年把碗筷放在我面前的懒人桌上：“要我喂你吗？”“不用。”我低着头，拿起勺子：“我自己可以。”江年便打开电脑，在一旁办公。江年，我喝口粥，忍不住看他英俊好看的侧脸。江年扭头和我对视上：“在呢，怎么了？如果我真确诊，你就这么跟进来，不太好。”他是大学教授，难道不知道资源紧缺，这种无意义的牺牲根本没必要吗？江年低下头，继续敲击电脑，十分笃定的语气：“陈穗，你不会确诊。”“为什么？”“我发烧，喉咙痒，大叔又是疑似病例，你就没有想过万一？而且当时许瑶还哭得那么惨，我昨天脑子快烧成一团浆糊，也知道许瑶在关心江年。”江年轻笑一声，很有耐心地跟我说道：“小区密封了20天，不可能有确诊。昨天你太紧张了。”可是许瑶哭得那么惨，还有救护车的声音，人在紧张和意识薄弱的时候会放大自己的感官。救护车确实来了，不过不是因为确诊，是隔壁栋大爷的心脏病突发。至于许瑶，他故意的啊，我没想到是这个答案。江年皱着眉头说道：“他说他喜欢我，自然不想我跟你待在同一个空间。”我张了张唇，万万没料到这其中居然还有这么个渊源，那我岂不是闹了大乌龙？倒也没有，江年嗓音低沉的很是好听，夸赞我：“穗穗作为志愿者，防范意识很强。”丢人丢到家了，我赶紧转移话题：“江年，有个问题。”“你说。”他认真地看着我，我伸手指着面前的粥：“你不是说你不会做饭吗？”关于这个问题，江年修长的手指合上电脑，走到我面前，然后看着我，两只手臂撑在我身后的靠枕上。我觉得有必要好好跟你回答一下。他靠得太近，我手里的汤匙掉进碗里，发出清脆的一声响。不知道是不是我嘴角上沾了什么东西，男人温热的指腹轻轻地摩挲着我的唇角，哑着嗓音看着我，就连眼神里都是诱惑：“穗穗，你做我女朋友，我就会做饭；你不做我女朋友，我就不会做饭。”这个回答算什么回答呀？还能以我的意愿为转移？我刚要反驳，就发现我和江年靠得极近，我几乎能看清他卷翘的睫毛，还有瞳孔的颜色。男人身上淡淡的松木香气更是挑拨着我的神经。我轻咳一声，赶紧别过视线：“我还病着呢，你别靠我这么近。”江年却不退反进，逼近我。我想要一个答案，所以穗穗是喜欢我做饭还是不喜欢我做饭？我心口烫得厉害，脸红着别过视线。我得考虑考虑。和江年聊的每一个话题，他都在给我挖坑，我快招架不住了。我下意识的只想把话题跳过去，慌不择路地说道：“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物资给我？”话音刚落，我就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我这不自己送上门了？果然，江年勾起唇低低的笑。穗穗小朋友，他喊我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没有价值。他目光幽深，嘴角浅浅的酒窝也撩得我心痒。男人追女人，难道不应该什么都给他吗？我紧张的咽咽口水，这回是真的脑子宕机了。江年倒也不急，就这么静静地看了我几分钟之后，缓缓地说道：隔离期21天，希望岁岁好好考虑一下我的问题。江年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已经亮了又灭，灭了又亮好几次了。他坐在旁边玩电脑，却没看手机一眼。我精神好多了，刚做完核酸自测，看着测试板上的阴性松口气，然后忍不住提醒江年，好像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我知道，江年抬起修长的手臂，将电话又挂断。然而对方还是锲而不舍地打过来。我喝口水，你还是接一下吧，你不接，估计会一直打。江年捏着眉心，我等会要上网课，岁岁能不能帮我个忙？什么忙？我怔怔地看着江年，江年拿起手机，充当一下我女朋友，帮我打发走，然后他的手机就交到了我手里。电话已经接听，我才看清来电显示是许瑶。江年，许瑶开口，声音里都是委屈。我看了一眼江年，江年在忙。许瑶愣了几秒钟，声音歇斯底里：陈岁，你凭什么和江年在一起？我喜欢江年那么久，你凭什么一出现就夺走他？你是不是报复我？报复我抢走你的陆林？他又在喊：江年，陈岁根本就不喜欢你，他骗你的。江年皱着眉头，闻言要把手机从我手里拿走。我轻咳一声，对着电话里的许瑶道：江年现在在洗澡，许小姐，你要不然等会再喊。许瑶那边的电话直接挂断。江年转而挑起眉梢，嘴角的酒窝浅浅的。女朋友应付得很好，我顿时满脸羞涩地把手机塞回去。我只是帮你忙。江年低头倒也没说什么，然后开始对着电脑不知道在捣鼓什么东西。我独自看了会书，觉得肚子饿了，又起身去倒了2杯牛奶。回头看一眼江年，他从刚刚开始就一直没说话，我有些内疚。又想起许瑶说的话，便端着牛奶走到江年旁边：喝牛奶吗？江年面色划过一丝不自然，端起牛奶喝了一口，但是还是没说话。我有点急，我只是不想被人误会，才跟你解释一下的。江年抬头看我，按着鼠标的修长手指顿住。我鼓起勇气小声说道：我其实对你也有好感，但是不是为了报复谁，我很清楚我想的是什么。我有点喜欢你，但不是因为任何人。我说完，心情忐忑地等着江年的反应。江年没说话，缓缓摘下耳机，眸色亮如星辰。我才注意到他戴了耳机，顿时懊恼：你没听见就算了。我狼狈地转身就走，江年却伸手拉住我，开口的嗓音低哑：听见了。然后下一秒，电脑里就传来不同的声音：听见了。我也听见了。哇，师娘告白了？不是吧，不是吧？A 大最年轻有为，颜值最高的教授，师娘只是一点点喜欢。哎呀，我是来上课的，不是来被虐的。师傅师娘，什么时候可以吃喜糖？此起彼伏的年轻男女的声音从屏幕里传出来，我红的脸都冒烟了，推开江年就躲回自己的房间。江年看着我的背影宠溺的笑，又看向屏幕：好了，课就上到这里，我去哄你们师娘了。宜晨岁。江年敲了我的房门，我靠在门后，根本不敢去听江年的声音。你在害羞吗？江年继续说道。我连忙反驳：我才没有。江年哦了一声，语气失落：那你就是骗我的了。他声音渐渐消沉，原来岁岁也不是真心待我。我慌得不行。江年我没有。结果一打开门就被江年捞进怀里，他哪里还有半分失落委屈的神情，眼里都是狡黠的光芒，所以是真心的。我恼羞成怒：江年，你居然骗我！不算骗，情趣而已。他说着，搂着我的腰：陈岁同学，我们班56个同学都听到你对我表白了，你再拒绝我，我会很没面子的。隔离期逐渐接近尾声，我自测了好几次都是阴性，心情逐渐放松。还有2天，我们就可以解封了。隔离的这20天，群里面每天都有人关心我。00后也给我带来消息，说大叔有政府安顿，外面一切都好。许瑶不再给江年打电话，消失了一段时间。陆林给我发了一次消息，约我解封之后出来见一面。我再一次拒绝了他。厨房里是江年忙碌的身影，他厨艺极好，在他的照顾下，我居然胖了2斤。我抬头看向外面明丽的春光，确实如江年所说，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万物复苏，又是一个春天，但只是解封，疫情结束遥遥无期。
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踏上征程，楼下大白握拳呐喊，喊着口号，相互鼓励。一切刚刚开始，一切还没结束。解封之后，有想过去哪里吗？江年给我盛了碗汤，低声问我。我喝口汤，思绪飘远，想起很久以前没有疫情的样子，晚风、夕阳、小吃街、火锅、烤肉，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春天过去，生机勃勃的夏天也快来了。江年，我抬头对视上江年的视线，继续说道：其实去哪里都不重要，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散步，窝在房里吃西瓜，都挺好。只是我快记不起来不戴口罩是什么样的了。要是疫情迟迟不结束，青春就几年啊！好像因为疫情，大家都很浮躁，也透着一层黏黏的气息。只是解封，疫情还远没有停止，大家都很丧气。陈穗，江年喊我，将色香味俱全的排骨放在我碗里，嗓音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寒冬阻止不了春天的来临，黑夜遮不住黎明的曙光。爱和希望总比病毒蔓延得更快。小区彻底解封，江年也要搬离我家。门打开的时候，许瑶就在门口守着，又痴又怨地看着江年。江年蹙眉：你来这里做什么？许瑶不说话，目光又怨恨地看向我。陈穗，你应该感谢疫情，我追了江年6年，为了他搬到他旁边住。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你以为你有机会跟他在一起？我终于没了耐性，严肃而又认真地跟许瑶说道：我从来不感谢疫情，那些失去的生命，举步维艰的苦难，每一个都值得我们去沉思、去反省，去更努力地适应这个时代。至于我和江年在一起，我回头握住江年的手，他真诚待我，我就真诚待他。你有意见？许瑶终于绷不住，狼狈地看着江年。我呢？我守了你6年，我不够真诚吗？他伸手要去拉江年。江年不动声色地退开，冷着脸说道：许瑶，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却一次恋爱都没断过，这就是你的真诚？许瑶脸上都是难看。你只是觉得我和你在一起有面子，追到我值得你炫耀，但是你又放不下外面的花花世界。许瑶，爱不是你这样的。我在江年家里站了10几分钟也没搞明白，隔离已经结束，我怎么又从自己家跑江年家了？我不是送他回去吗？江年给我拿了一堆零食，你自己玩会，我去做饭。我抱着零食，看着他冰箱里的囤货，都挺多的，而且刀具餐具什么都很齐全。我不由得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江年，你那个时候不缺物资，还会做饭。我后面的话不好意思说出口。江年打开冰箱，拿出2个鸡蛋。你想说什么？他眉眼温柔地看着我笑。我抱着零食转过身去，耳朵根都红了。身后脚步声靠近，江年从背后抱住我。穗穗，我确实从第一天就觊觎你了。江年说，我第一天给他送物资的时候，他想还回来的，但是又看到群里的消息，忽然起了想认识我的念头，于是以送水果为理由加了我的微信。后来准备做晚饭，又看到我要给他送饭，顿时十分好奇。疫情如此严重，大家都自身难保，哪个人会傻到考虑别人？他便收起准备好的食材过来找我。见你的第一眼就觉得你傻，江年勾着唇慢悠悠地说道。我挥起拳头，你好好说话。他笑着拦下我，确实傻呀。就在我快要发怒的边缘，江年低头亲亲我的额头，哑声道，傻得让人心疼，所以当时就想把你拐来做我女朋友，这样就不用担心你老是做不考虑自己的蠢事了。这不是蠢，我争辩。他又亲亲我，是善良的穗穗小朋友。明天出去看夕阳吗？今日天气极好，暖阳微风。我把柜子里放了好久的连衣裙找出来，配了件毛衣外套，精心化了妆。江年在门口等我，我出门的时候，他动作自然地给我戴上口罩。精心涂过的口红被口罩遮住，只露出来一双眼睛。我嘀咕一句，好不容易化了这么好看的妆，都没人看了。江年给我口罩遮得严严实实，牵起我的手，我看到了，我们穗穗是最美的。我抿唇，幸亏戴着口罩，不然我一定笑得咧不开嘴。我跟着江年下楼，他快1.9米的身高，高大而挺拔，干净的风衣穿在他身上，气场更足。走出小区的那一刻，温暖的阳光照耀在我的白裙子上，流光溢彩。周围的路人都贪婪着阳光，虽然还是摘不下口罩，但是已经很满足了。有欢快的小朋友飞奔而来，江年转身将我拉进怀里，牢牢地护着我。阳光落在他头上，将他温柔的侧脸镀上一层温柔的光芒。我对视上他浅色的瞳孔，靠着他的怀抱，
江年，我突然不害怕疫情了。江年扶好我，我的裙摆擦着他的裤腿，朦胧又美好。不管何时何地，我都会好好成长。老天爷给了我什么样的环境，我就顺应而为，积极向上，总能长成我想要的样子的。包括决定放弃陆林之后。陈穗，我话音刚落，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我抬头，陆林就站在不远处，戴着口罩，看着我的目光微沉。陆林站在我面前，江年在不远处安静地等着我，两人隔空对视，谁也不让谁。我跟陆林道，介绍一下，那是我男朋友。江年。陆林不可置信，脚步踉跄后退一步，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了？我不打算跟这些人反复证明我和江年的关系，只道，你还有什么事吗？我要跟我男朋友去约会了。不，你不能跟他在一起。陆林突然伸手要拉住我，你离开我了，我怎么办？我赶紧后退，有话就说，别动手动脚。那边江年眉头皱得极深，但是还是耐心地等着我。陆林脸上都是悔恨，我不能没有你，穗穗，我怎么这么蠢？许瑶拿我当备胎，他一开始给我的地址就是他喜欢的男人，我错了，我不该不珍惜你，你还愿意再给我？不愿意。我没等陆林说完就打断他，陆林，江年就是许瑶喜欢的人。当然，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为了报复你和许瑶才跟江年在一起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是你把我推到江年身边的。陆林这回更没绷住，整张英俊的脸都带着悔恨和痛苦，反复呢喃道，是我亲手把你推出去的。对，所以我应该谢谢你，没有你，我怎么可能遇见江年？陆林痛苦地闭上眼睛，几乎站立不稳。穗穗，别这么叫我！我冷冷地打断他，我男朋友会吃醋。我和江年去看了日落，他拿着手机给我拍照，微风吹起他的风衣，他修长的手指按下快门。我飞奔过去想看，江年却抬手不让我碰，低头问我聊了什么。你是问我和陆林聊了什么吗？我偷笑，还以为这个男人能憋到什么时候呢。江年应了一声，算是承认。我歪着脑袋冲他眨眨眼睛，故意说到我跟陆林说我还喜欢。不等我说完，眼前突然放大的俊脸已经靠近。江年霸道地隔着口罩亲了我一口，然后迅速拍了照。照片上我和他都戴着口罩，只露出彼此的眼睛。他幽深的眸子里都是我画了精致眼妆的眼里是错愕，也是小鹿懵懂般的青涩心动。知道吗？江年看着照片，狭长的眸子染上点点笑意，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穗穗，你喜欢我，别不承认。我不反驳，大方地打开朋友圈发了一张合照，并配文穗穗年年。不一会就有好多点赞，然后我再刷新，就看到江年万年不更新的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他截图了我发的朋友圈，给我的备注是穗穗，发的内容是穗穗平安，穗穗年年，晚安。